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陳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持續提到，今天是這一周新的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在下面按下讚，並且呢幫我們按下熱推薦。沒有看到的話，可以在上面留言熱推。那如果想要跟我互動的話，跟我們的小編互動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板上面寫下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麼我們也會親自的跟大家一起來做互動，來做回復。今天節目一開始要趕快帶觀眾朋友關心到的是這一場川習會之後，川普已經明確的表達了美方不想飛9500英里來打仗，也反對台獨，並且把對台軍售，他說這個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籌碼，直接這樣子講了。另外，白宮在川習會之後也特別釋出了他們的實際的事實清單，結果發現中方買的東西、採購的項目遠超過先前的預期，尤其在稀土方面，雙方的解讀還是有巨大的落差的。美媒也警告了說，未來5年台海的風險會升高。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川習會後，我們首先要關心的就是現在說台海的訊號正在重新被定價。我們要來看到川普的最新發言，針對於台灣問題，他說我不希望有人，他說有人走向獨立，還說呢美國得飛行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要看到這一種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夠冷靜下來，我也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冷靜下來。針對於大家所關心的對台軍售的立場，外媒披露，川普到現在還是沒有給出實際的承諾，是否會批准延宕已久、金額高達140億美元的這個軍售的案子。川普也直指說呢，軍售案對於他來說就是美方一個最好的籌碼了。這一步同時是直接踩在美國雷根時代以來6項保證被視為是一個灰色的紅線上頭。針對於台灣問題，我們來看到新華社的最新報道，習近平是這樣定調的：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他也特別警告美國，處理得當，雙方美中之間會維持一個穩定的關係，但是如果處理失控的話，會碰撞甚至爆發嚴重的一場衝突。專家指出，接下來華府的做法恐怕就是會無限期對台灣來延宕這個140億美元的軍售案，交換的是北京在經濟上面的一個利益。而川普來自於外媒的說法，他們認為川普是非常相信北京的說法的，將台海緊張大部分都歸咎於台灣上面。而我們來看到的是，這一次呢，美國媒體也特別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川普其實很滿意這一次的見面，尤其是習近平的安排，而一些與川普關係密切的幕僚因此現在開始擔憂了，說這一次峰會恐怕會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未來5年之內入侵台灣的風險大幅的升高。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去解讀川普的這一句話，尤其他這邊特別提到了說不會飛9500英里去打一場仗，是不是暗示美國不會為台灣出兵？同時他也表示了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似乎也對台獨問題開始做出了表態。那麼美國如果不明確的表示會出兵，又強調反對台獨，接下來台灣的安全保證還剩下什麼？那委員怎麼看？是，我想這一次的我們看到的這個習川會那麼在會後其實各方的觀察家都一直在等待，就是大家在預期說到底這一場會議裡頭究竟談了什麼東西。但是很出人意料的就是說，在這一次習川會之後，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北京政府或者是這個華盛頓這裡針對這一次的會議的內容有任何相對具體而且重要的說法所以外界就一直在猜測說，那到底是談了什麼有什麼樣的事情讓這個川普千里迢迢的飛到北京，然後呢這個習近平大陣仗的來歡迎，然後兩個人總不可能就是打個招呼 say 個 hello 吃個晚餐然後逛個天台然後就結束了這不應該是個觀光行程的，這行程總要有達到一些相對的這個目的跟價值所以其實外界一直都在預測到底是什麼。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了，白宮這邊公布了所謂的事實清單。其實這事實清單了無新意，並沒有讓大家有太多的意外。因為如果我們看一下這個所謂的事實清單裡頭，包含了大豆的購買，包含了這個波音飛機的採購，這原本就是意料中事。那包含了未來中國大陸每年要向美國進行多少的這個金額的採購，這個也這個不出人意料啊。因為事實上，就算習川會不會，中國大陸每年還是會定期的向美國進行這個各式各樣這個相關需求的一些採購。那麼但是大家就發現說，譬如說中國大陸在稀土並沒有做出實質的承諾，也沒有做出太大的讓步。中國大陸在伊朗問題上其實回答的也很含糊，那麼他也沒有表態會支持美國的立場，或者是要擔任仲裁這個中間人哦來進行協調。這些原本大家預期可能會有的東西都沒有。那麼你再看到這個北京方面究竟要什麼呢？我們現在看到的北京付出了相對的這個代價，可是我們也是看不太出來北京到底從這次的習川會得到了什麼。你說得到了美國決定放寬光刻機嗎？放寬的這個晶片或者是高科技的這些封鎖跟制裁嗎？看起來也並沒有。那麼所以我會認為在這一次的習川會裡頭，其實真正最重要的中國大陸得到的就是剛才思明講的川普的那兩段話，那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大家回溯一下哦，就當川普離開北京的時候，他被媒體在問到說台灣問題你有沒有談到？他支支吾吾的，沒有正面的回答哦。那明明台灣問題就是重中之重，顯然在會談當中一定有涉及，而且一定有更深入的討論。可是不管是川普或者他周邊的幕僚都諱莫如深，完全不做任何的回答。當川普被問到的時候，他不小心講到，他說習近平有問我，如果台海發生了衝突，美國究竟要不要出兵？記者問他說你回答什麼？他說我還沒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到底有沒有做正面的回答？他已經做了正面的回答了，只是他沒有辦法很明白的告訴大家說，如果今天台海真的發生衝突，美國不會出兵嘛。所以他其實這兩句話很簡單，第一，美國不會出兵；第二，台獨是 trouble maker， 就這樣。那麼對習近平跟對北京政府來說，我認為這就是他們要的，他們才不 care 什麼光刻機、什麼 NVIDIA 的晶片，這對他們來說不重要。中國大陸的技術可以攻克這些問題，只是時間的這個因素而已了。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如果持續的再被操作下去，那麼將來要解決台灣問題，北京必須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在這個時間點哦，北京得到了這個川普這樣非正式的暗示的承諾。那麼我看到說這個專家說，在5年內入侵台灣的風險升高啊，我認為不用5年了啦，就在川普任期內哦，因為5年的話還跨到川普任期外了，誰知道接着選出來是哪個總統？但是在川普任期內，特別是在最近這段期間，美國還重兵在中東這個地區的時候，台灣的風險當然相對就升高很多了。只要北京政府定調說賴清德是台獨，他現在正在做台獨，而我要打擊台獨，那麼川普這兩句話不就是給了最好的答案嗎？他不支持台獨，他也不會飛9000多公里來台灣打仗。好，同樣的問題，那艦長要怎麼看？在上個禮拜的節目啊，我就講到說，他甚至呢不會那個，只要直接的拿817公報念一下，也就可以了。那至於說6項保證的話，那這次說的更狠啊。也就是，川普直接說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而且那是一個總統備忘錄，他並沒有任何的法律位階。所以現在大家在琢磨說有關於軍售的問題啊，那大家認為是第2批的軍售，也就是4800億的部分，可能第1批都出問題。也就是3000億的部分，這3000億出問題是怎麼出問題？它不會不賣，只是什麼時候交貨。那這也就是我們現在大家在討論 F-16的問題的時候 ，F-16是在川普第1任的時候那個所提供台灣的軍售，到現在已經隔了5年了，都還沒交貨，這個就是真正的問題啊。但是我們講到有關於美中之間的一個威懾的部分啊，其實威懾有2個，一個就是意願，一個就是能力。我們剛剛講到9500公里的部分，那個川普講的就是意願的問題，他不想
然後第二個呢，能力的問題。我們回想一下，在去年的時候，這個美國國防部他們實際上做過兵推，然後他兵推的結果作為一個優勢簡報，這優勢簡報裡面講得很清楚，叫做碾壓式的對抗，也就是相對來講，美軍是沒有勝算的。那再加上這個就是能力的部分，而且這個能力的部分，大家不太願意去面對現實啊。那我们來看看 Bloomberg 他在2021年的時候，他其實就告訴了大家，也就是那個時候的那個印太司令呢，他告訴了大家有關於這個反艦的彈道飛彈的部分，因為大家一直懷疑這個能力啊，那他確認這件事情，那這件事情確認之後，後來就出現了所謂的戴維森窗口。為什麼？因為其實他怎麼確認的？因為他確認的時候，其實他看到了2020年的時候，在南海的一個試射，這個試射也就是反艦彈道飛彈。這個反艦彈道飛彈呢，它其實它在這裡射給樂山看，也給美軍看。那樂山是台灣的長程預警雷達嘛？那也就是說，他從這裡打到南海的一個目標，這一個目標他還特別講了是活動的目標，所以不是停在那邊的。那也就是他強調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他所進行的這無論從短程的那到中程的，例如東風41，那以及東風17到東風21D， 這個都是中程的部分。那另外啊，我們現在看到的有一個中長程，也就是東風27的部分。這些部分呢，其實都是美軍其實以現在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它是目標，但是它沒有防禦的能力。但是如果我們來講說有關於它的一個美軍現在的能力的話，美軍在二戰的時候，它一年可以造出96000個。那96000架的一個戰機啊，可是呢，我們來看看現在來講的話，美軍它實際服役有2160架，可是它的一個妥善率只有60%左右。那他說他到2026年的時候可以提升到2030架，可是這2030架真的可以嗎？為什麼？因為我們來看看這裡講到的 F-35的部分，它一年只能生產約150架，而且這150架他還沒告訴大家清楚它有沒有對外銷售的部分。那海上艦艇的部分更是如此啊。我們從2次世界大戰來觀察，美軍的艦艇就是數量就是一再的不斷的下跌，而且它的能力沒有提升。那我們看到這個有關於美軍美國國會的一個研究中心，他所提出的這一個藍色的部分，其實是美軍的艦艇數量。那如果我們看到綠色的部分，也就是包含了這一個補給艦，也就是支援還有這個兩棲艦艇的數量，也就是它在2015年就已經超越這一個美軍了。那另外呢，我們再講另外一段能力的部分呢，我們就會看到現在在小笠原群島附近進行演訓的這一個華盛頓號，它當初他從這一個聖地亞哥出發，一直到台灣附近，他一共花了42天。他這個42天跟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全獅號其實是有拼的啊。全獅號他在3月下旬的時候，他說他已經從聖地亞哥出發，可是他什麼時候到台灣附近呢？也就是4月27號的時候，他才到這一個附近，也就是現在美軍的能力已經不如以往。然後如果說他的意願以及能力都不足的時候，他是不會跟解放軍對抗。好，針對於台灣問題哦，一個剛剛小艦長幫我們特別講到，一個是意願，一個是能力。那能力問題剛剛已經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解析了。那有關於意願問題，我們也說到，川普這一次被視為是首度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表態。他說到，美國得飛9500英里去打仗，我不想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被視為是一個算是過去以來最清晰的一個表態。那針對於這一次川習會，大家還在關心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白宮這時候釋出的這個是事實清單。
單，結果呢，這個被視為說，你拿到的採購訂單真的是少於過去中國大陸所承諾的，難道中國大陸是在做一個警告嗎？等一下請楊老師來幫我們解讀一下這個大陸的態度。我們先來看到白宮列出了這個清單，到底具體中國向美國買了些什麼呢？包括了美國最在意的就是有關於農產品的問題。北京在這邊承諾說，3年之內呢，每一年我都會買，那增加至少17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再加上上回承諾跟美國買的105億美元的這個大豆的話，總共金額是275億美元，但是呢，還是遠低於2022年的當時的一個金額哦，幅度是少了30%的一個訂單金額。再來，美國還很在意的就是波音的飛機了，現在大陸承諾買的200架，現在傳出也遠低於過去是不是曾經答應過要買500架呢？最敏感的就是稀土議題了，美方說中國會來幫助緩解供應鏈的短缺，但是我們看到大陸方面的官方版本根本沒有提到有關於要給美國稀土的承諾。楊老師怎麼解讀？我們看這一次川習會中美峰會開會之前，我就提到這一次峰會跟過去很大的一個不同。這個是第一個，川普或美國總統隔了9年之後才再度到中國大陸來造訪。而這9年是什麼意思？這9年就是中美的貿易戰、科技戰打到現在，大概輸贏已經底定了。對，所以代表的是中國跟美國的這個權力關係跟9年前大不同了。所以中美關係跟日美關係、跟德美關係、跟英美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雙邊關係。所以別的國家川普可以開口要什麼，你就要給我什麼。那這次呢？你面臨到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這種權力關係跟以前不一樣，那這個就必須要經過一定的這種協調，或者是呢折衝談判。第二個特質今年接下來最多川普跟習近平還會見3次面。9月24號，我們不知道習近平會不會去訪問。秋天。但10月是美國在川普的佛羅里達的高爾夫球場要開G20的高峰會。我們也不確定習近平會不會去。然後呢，11月是大陸會在深圳開 APEC 高峰會，那川普也有可能會來。所以如果都來的話呢，接下來還有3次。換言之現在這個元首外交它是一個持續性的。那兩國權力相對相接近的國家，它在很多議題上，它不會是一次就敲定，給我個清單，我就放你什麼東西，像以前那樣子，那是上對下。那個是不同權力關係的，現在是2個相互有要求對方的，是互有底線的。所以呢，那接下來今年還會有3次，最多，我想至少會有1次。所以他們還繼續在談。那因此就表示什麼意思？這次我們先相互的試探底線。那對中國大陸而言，這一次的底線只有一個，就是台灣。那對於川普而言，這一次的底線太多了，但眼前最急迫的是伊朗，那其他其實都很重要，所以你去看到了美國在伊朗問題上自己加菜單說中國支持這個不要軍事化，說中國反對這個收這個過路費、通行費，中國這方面完全沒有寫。我個人不認為在任何的議題的層面，中國大陸會說我反對那個通行費這個200萬太高了，100萬才可以。大陸怎麼會對別的國家的作為指指點點呢？尤其現在跟美國有這個衝突的伊朗，而伊朗的背後是很重要的中國這個大國支持，所以美國自己在加菜單，所以很顯然他對伊朗有這個底線。那中國大陸對就台灣議題有這個底線呢？那川普講了什麼？我們講叫新4步，其實他第一個就是他反對台獨，這我以前都預測的，他果然講。第二個，他不會為台獨而戰。第三個，你台獨也不要把我當靠山，這個話講得很清楚，但是很隨便。怎麼講隨便？他對媒體講，他沒有發新聞稿，他沒有發聲明，他沒有做聯合聲明，他更沒有寫第4公報。所以這個對媒體講，我們現在知道川普對媒體講一天要講幾次話。他這個講話當然代表的一定的，就是說中美之間的討論
然後川普了解到這個議題的嚴重性，他講出來，會有一定的效應。可是你不覺得美國有反撲反悔的可能嗎？尤其川普這個人，他周邊有沒有什麼國安外交的資深人員？當他如果不高興的時候，他反悔不是不可能。他的反悔當然不會說我支持台獨，他反悔馬上就是加碼給台灣軍售，或者是在對中國大陸的議題上，他又來一個什麼制裁。這種東西其實你千萬要認為哈，因為現在進入到中美的這種權力競爭哦，美國的內部的政治人物、媒體，還有就是這個兩黨的政治人物哈，一些這個學者專家，基本上認為中國其實還跟美國有一段距離。而這一次川普這麼乖的言行，其實他們覺得低聲下氣。我看了美國主流媒體，包含《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是有一種高高在上的這種輕蔑的語氣在這個裡面，沒有改變。他們對中國不是真的很理解，一定要一個事件或者一個什麼樣持續的元首外交，讓他們真正了解兩國的權力接近，他才會真正的把口頭的政策變成真實的作為。就是習近平在明年準備要進入他的第4個任期了，那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哦，就是說他必須要拿出一定的成績單，才能夠讓黨內的人士服氣。這也就是外界為什麼預測台海在這2年的期間是風險特別的高。那麼我認為台灣問題這次之所以沒有放在公開的台面上講，或者是進入所謂的什麼共同聲明，理由很簡單，對中國大陸來講，台灣是不能交易的。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他有什麼好交易的？他要處理他自己的內政問題，他不需要得到美國的同意或反對。但是他只是要試探川普的一個態度。這個態度比什麼都重要。這個態度的直覺反應，就像剛才永明說的，也許他隨口說說，他並沒有寫在任何的共同聲明裡，但是這對中國來說就夠了。在接下來，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要對台發動任何的行動，他當然也不會這麼天真樂觀的認為美國不會反悔，但是至少他知道川普的態度是什麼。接下來他要做任何判斷的時候，這個態度會成為他要不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了。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超級強權東升西降，今天特別來關心到是雙普訪華爭寵哦，真的是不落人後。我們等一下也來看到說，現在呢在北京哦，由於各國都開始不斷的去北京訪中哦，那麼北京也開啟了所謂的朝貢制度新時代嗎？另外，來自於《時代》雜誌最新評論，他認為全球的權力已經移轉到中國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一個比較清晰的分析。我們先來看到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川普才剛離開北京，結果普丁接下來即將要訪中了。現在看起來世界正在向東看齊，也是因為對美國失去信心嗎？第二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是川習會剛落幕，但是我們觀察到整場的川習會，甚至到川習會結束之後，川普的態度哦，改過去的強硬風格，這一次真的是比較低調一些，甚至對中國釋放出罕見的許多善意。時代雜誌在這邊更做了一個這個雜誌的封面，等一下我們會看到在面板的另外一頭哦，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背景上面全部都是紅色，並且看到2位中美的領導人正在握手，被視為是全球權力正在向東轉移嗎？這是時代雜誌最新的評論，到底怎麼回事？等一下我們也會做來分析。第3件事情，我們要來看到川普訪中，但是換回來的成績只有200架的波音飛機跟數百億美元的農產品訂單，這算輸還是算贏？那麼我們也會持續的觀察說，如果今年秋天換習近平訪問美國，那美中到底誰能可以真正的拿到主導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好，我們先來看到是習川會剛落幕哦，結果下一位重量級的元首即將訪問中國大陸的就是普丁了。俄羅斯總統普丁將會在5月19、5月20號訪問中國，可以說等於短短1周之內，
這個美俄兩大元首都接連訪中，但是我們不只是看這一周而已，我們從今年初2026一起來做關注，到底有哪一些世界大國重要元首訪中呢？首先可以看到英國首相施凱爾、加拿大總理卡尼到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爾茨都接連訪中之外，在中東的方面也有許多的元首訪中，除了阿布達比的王儲之外，還有伊朗的外長跟巴基斯坦的總統等人。中國的官媒是這樣定調，為什麼各國現在都在訪中？有3個原因。第一個，體現中國的特別看重與期待，還有對中國機遇的努力，抓取開放的中國。再來就是第3個，顯現了中國更懂得尊重、擅長合作共贏的方案。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橋水基金創辦人達里歐也特別講到了，現在外界的觀感正在逐漸的改變，不少領導人前往中國，就像歷史上面的朝貢制度，就承認了彼此之間上面有一個權力的差距，這是來自於創辦人達里歐最新的一個評論。那麼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今年許多國家元首紛紛訪中，這背後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對，我覺得這一切還是要再次歸功於川普哦，那麼真的是要感謝他了。各位知道，就是說，其實美國跟他的西方盟邦長期以來哦，就是美國一直把自己塑造成為代表世界的正義，他是國際的警察，他制定了國際的遊戲規則，然後呢，他制定了相關的國際組織。那麼美國就代表了自由，代表了民主哦。那麼美國長期以來把自己塑造成為這樣的一個形象哦。然後接着呢，他就把他敵對的国家，比如說像俄羅斯，比如像中国大陸，這個美国的这個跟他的西方的盟邦，還有這些西方的媒體，就把這些國家塑造成為專制、獨裁、共產的政權哦，所以就是邪惡的軸心。這是長期以來這個美國在全世界所玩的二分法的遊戲嘛。所以大家看看這個好萊塢所拍的電影哦，美國永遠都是站在維護世界正義的這一邊哦。那麼這也是美國人民引以為傲的地方。可是呢，川普上任之後呢，他就完全這個反向操作了哦。那麼我們看到從川普2.0哦，還先不要講1.0了，就從2.0開始講就好了。他上來做了什麼呢？川普2.0一開始他就先羞辱他的盟邦，北邊羞辱加拿大，南邊羞辱墨西哥，然後接着他就開始課徵對等關稅了，全世界無差別的這個散彈槍亂掃哦，大家紛紛有這個通通都中獎了。然後接下來呢，關稅才告一個段落，馬上就開始要這個準備要奪取格陵蘭了哦，就要求取得格陵蘭。格陵蘭這件事情還沒告一個段落了，還沒有這個有個分說之後，接着你又看到他就開始突襲了委內瑞拉。這個美國自己扮演了加勒比海的海盜，去搶人家的油輪哦。然後呢，委內瑞拉結束之後呢，他就開始揮兵伊朗了。揮兵伊朗的時候，沒有通知任何的盟邦，他就這樣幹了哦。那麼完全是在一個被以色列這個綁架的情況之下，川普就做了這麼多事哎。那這些事情一瞬之間，就把原本的黑白豬羊全部變色了哦，就原本的這個主客的角色就完全顛倒過來了。大家忽然發現說，原來美國不是世界的警察，美國不代表自由、民主、正義哦，因為美國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那個川普不斷的講，你想要什麼你就去搶，你想要石油你就去搶哦，那麼他想要什麼他就去搶了，所以美國一瞬之間就從這個世界的警察變成世界的強盜了。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大陸始終不變的哦，就中國大陸是一以貫之的一個這個路線。我一直不斷的在這個節目講，這就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別了。就今天中國大陸在奉行的就是王道的政策，而川普今天在玩弄的就是霸道的權術而已。所以所謂的王道是什麼？就是大家共存共榮，互利互惠，我過得好，你們也過得好。美國現在在玩的把戲是，只有我可以過好日子，你們都不可以。所以在這種高下立判的情況之下，那麼當然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被這個信任的程度大幅的提升，它成為一個穩定的力量。那你更不要提到說，在地緣政治上，中國大陸不斷的強調，第一，它不插手任何一個國家的內政；第二，它支持多邊主義，它捍衛這個國際的這個遊戲規則，捍衛國際組織，這些東西都是符合真正全球，不要說南方國家了，現在連這個比較先進國家，這都是他們所期待的哦，就是讓世界能夠恢復到一個有秩序的狀態。
那你更不要講在貿易的層面了。今天貿易很顯然的就全世界就是2大的這個貿易的重大的這個強權，一個是美國，一個就是中國大陸。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卡尼去中國大陸的時候，卡尼的外長不斷的這個對外說，我們不能夠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哦。今天美國顯然不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對象，我們必須要做相關的這個風險的分散。那麼加拿大會做，任何一個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國際地位大幅的提升，當然跟中国大陸長期以來奉行王道路線有很大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我們還是要感謝川普，他自己一個人把美國的形象給毀了。好，对，特別是在川普2.0上任之後，不管是在國際地位、地緣的這個信任度哦，中國大陸在這個背景之下是他們的信任度大幅的提升，美國現在則是受到許多盟友的不信任。那同時間，其實呢，還是有來自於美國媒體特別做一個評論，而且我們要特別來看到這個雜誌的封面，其實蠻有趣的。這是《時代》雜誌這一期的最新封面哦，可以看到這個中美兩國的元首在握手之際，這個背景圖是完全是紅色的，被視為是呢，是不是中國代表了中國大陸它這個崛起的一個趨勢，是這個雜誌要特別強調的嗎？特別是看起來也有川普要把這個全球秩序權力交給習近平的味道嗎？等一下我們來稍微解讀一下這個《時代》雜誌的封面。再來就是大家說，這次呢，川普訪中期間這個態度怎麼變得這麼奇怪？過去不是都很霸道嗎？但是我們看到他這個飛機在飛到大陸的途中，他是沒有接受採訪的。那峰會期間，社群也很安靜，然後多次釋出對中國的正面言論。台灣問題至少在川習會期間，他人在大陸的時候也沒有多提。那麼針對習近平說美國已經衰落的話，他都說是表示贊同的。雖然說他是指在拜登時期。那針對於川普的態度，楊老師怎麼解讀？川普在跟習近平的晚宴之前呢，現在被拍到了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個照片拍的蠻有趣味的。他在一個比較沒有人的這個大廳哈，一個房間裡面，面對着他兒子跟他兒媳婦，他在念他的稿子，他在練習。你可以想象啊，川普他以前會做這種事情嗎？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那個晚宴的時候，川普表现出來的就是說那種謹慎，他還翻了一下他那個稿子。那個時候還有人誤會說他是不是翻習近平的小本子，但不可能啊，因為事實上那個是上面有美國的這個白宮的國徽在這上面，同時那習近平小本子是寫的中文，川普應該看不懂吧？他沒有帶他的那個外孫女來哈。我剛才不是講中美之間現在權力關係進入到一個不同於以往，而且他們今年接下來最多會有3次。我剛才在查了一下，在我們錄影的沒有多久之前，美國白宮正式發了一個聲明了。這個聲明講了3點。第一點，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一致認為，美中兩國應在公平互惠的基礎上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中國大陸提出來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國接受了，而且變為白宮的文字了。然後，川普總統在今年秋天會歡迎習近平主席訪問華盛頓，所以9月24號他已經表達就是邀請，兩國將作為東道主相互支持今年晚些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的峰會，所以他們最多真的可能會見到3次面。這代表什麼意思？這代表就是今天呢，美國已經從這個 Pax Americana， 也就是說美國單極的霸權，其實真的是跟中國建立一個我叫做大國協調關係。這個在歷史上發生過，19世紀的上半葉在歐洲也是如此。那這個大國協調主要是中美，但也不限於中美。如果一些區域性的可能會有區域性的國家，歐盟；如果一些軍事性的可能會有俄羅斯。所以這個社會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就是大國協調。那關鍵是因為中國大陸它跟西方過去的大國不一樣，它不尋求取代你成為霸主，但是它要強大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主權、經濟、能源或解決一些別人對它的挑戰。所以很清楚哈，現在我覺得已經進入到我們叫大國協調，也就是叫做這個所謂大國協商啊，那就中美的，然後持續性的元首外交。那當然，剛才看的白宮的發文，我剛剛講不是3個部分嗎？第一個部分它就是美國就是確認了雙方在這個所謂穩定性
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裡面談到了伊朗然後呢，第二部分是談到了雙方建立了外交跟投資委員會。那其實 AI 也會建立一個雙邊的溝通架構。第三部分就談到了中國大陸對美國的採購。那這個採購我們剛才談到的部分，這都是出來，這文字都一模一樣。是，但沒有談到什麼東西。對，沒有談到台灣。所以在白宮的文字當中沒有去談到台灣。也許一方面，台灣問題本來就很複雜。台灣問題牽扯到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台灣問題牽扯到中美之間真正最後如果要解決最後的這種對抗競爭的爆發點還沒有到那個時間。台灣問題也牽扯到可能第一島鏈別的國家。高市早苗不是在川普回去的時候跟他通了15分鐘電話，這個15分鐘電話就是一個表態。什麼表態？不是說你飛過領土一定要跟我通個電話，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很在意你跟習近平講了什麼東西，而且我跟中國是對抗的，所以他跟他打了個電話，以確保美國在跟中國在進行談的時候，我日本在那邊搖旗吶喊，我也是個咖其實日本整個根本已經不是個咖了，但日本一直認為他們是個咖，那美國要想把它扶植變成一個咖，那台灣這邊也有人要搖着小旗說我也是個小咖，那美國當然也會照顧一下，所以呢，這會是個持續談判的議題，中美之間，而我看得出來，中國大陸跟美國說，台海的和平穩定是中美的最大公約數，他自己這樣講了，習近平自己這樣講，這什麼意思？就是說我願意跟你共同來做危機管控。台海的問題不要讓它發生問題，但如果你超過這個底線，或台灣超過這個底線，我有我處理的辦法。艦長又怎麼看？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有關於川普他邀請習近平主席在今年9月24號，然後訪問那個美國。那其實我們就又談到了有關於波音飛機，原來大家傳說要買500架，為什麼變成200架？200架是前金，後面有後卸的。那前金跟後卸中間是什麼關係呢？也就是說，現在他們那個，也就是這兩國的元首在中南海單獨談的那個2小時，他們一定談了很多知心話，所以這一個川普總統才會在飛機上面講，治理台灣的治理台灣的那位。那當然有很多人認為這是首次美國現任的那個總統跟台灣現任的元首一個交流的機會，可是那有交沒有留啊？交是什麼？也就是交代你要做什麼。所以大家不要說很樂觀的看待這件事情，而且這也從川普講的這麼多話裡面我們有沒有聽到另外一件事情？川普又在說我們台灣的晶片都是偷來的，那我們的台積電呢？我們台積電送到美國去，川普連提都不提啊。所以我們這樣講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後卸不是只有300架這個有關於波音飛機的部分，還有稀土，這一次也等於沒談。那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大家竟然已經看到 F-35的戰機部分，它前面已經沒有雷達，為什麼？因為沒有稀土啊。沒有稀土做不出來啊，那也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是美國心裡的問題，可是他不願意講。那為什麼邀請這個時間點9月24號？可是難道川普不知道9月25號是中國的中秋節嗎？他清楚得很啊。那他為什麼邀請這個？也就是我們大家來開開心心開個趴，然後我跟您報告你當初我們那2小時講的事情，通通都已經完成了。那就會有更大筆的訂單出現，更大筆的訂單出現到11月3號期中選舉的時候，正好發酵完畢，也就是可以促成川普支持的對象都能夠順利當選。那如果沒有這個9月24號的邀訪的話，那無論是 G20 或者是 APEC 都是之後的事情，期中選舉之後的事情，那就來不及了。是，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的是被視為中國大陸的軍力要稱霸印太嗎？因為呢，這邊華油這邊也親自做了一個認證，說解放軍的軍武全面的反超。他有特別提到這當中的特別幾項的軍武是這個華油特別擔憂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來特別看。另外今天也稍微關心，包括了在軍力上面055鷹擊18、鷹擊20撕裂美國航母第一島鏈的問題，今天我們會全面的做解讀。好，川習會剛落幕，但是這個說是不是表面的和平呢？因為印太的海面上其實並不平靜的。我們來看到的是媒體爆出的，中美元首正在握手談和平，同時第一島鏈周邊有90艘的共艦滯留，被視為是在區域的風控、聯合作戰跟戰略威懾等級的一個最新部署。美國則是在這同一時間擴大它的這個軍事動作，打造了關島神盾系統之外，還部署海馬士在菲律賓，並且呢，他這邊最新預估在2031年，他要將艦隊的規模不斷的擴大至450艘。川普還說，他要繼續的力推他的精瓊飛彈的制造。那麼現在說呢，這個金額啊，恐怕高達了1.191兆美元，這是來自於國會所算的一個成本，遠高於川普先前說只有1800多億的金額哦。那麼，對於現在美國的國債都已經突破了39兆美元，如果再加上這種擴軍的費用，恐怕財政上面的負擔是相當吃緊，而且吃力的。委員怎麼看這個習川會才一結束，先是這個90艘的共艦滯留，另一方面美軍在擴大在軍事上面的各種準備行動，印太現在是更危險嗎？中美是否步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委員怎麼解讀？對，什麼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我想在過去這段時間，很多這個專家都提出來過嘛。那麼直白一點，用白話文說，就是當某一個強權在興起的過程當中，你就會引起既有的強權的不安，然後這個既有的強權就會跟這個正在興起的強權爆發衝突跟戰爭，這就是所謂的這個修昔底德陷阱哦。那麼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我認為中國大陸還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是美國已經陷入了。就是從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美國就已經把中國大陸當假想敵了。包含剛才永明都講到了，你說連這一次的這個習川會，美國的媒體也並不見得給中國大陸多少正面的肯定跟期待嘛。所以代表長期以來，其實美國的媒體也好，美國的產業也好，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好，他就把中國大陸當成一個非常重要、正在興起的威脅啊，能夠盡早把它打下來就盡早把它打下來了，絕對不會手軟的哦。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美國在各個層面對中國大陸進行了打擊，關稅，中國大陸現在關稅是美國所課最高的吧，55%了哦。那麼我們看到的像這個高科技相關的這些這個設備的封鎖，然後包含像這個地緣政治上的布局，其實都是以中國大陸當假想敵的。我覺得中國大陸並不笨，北京政府也清楚哦。今天不管習近平跟川普要見幾次面，那麼最終這個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敵意，事實上是不太容易降下來的。那麼也就是說，中國大陸跟美國都在跟時間上做賽跑嘛。美國現在在玩的就是遠交近攻的政策嘛。它短期之內在很多層面上沒有辦法對中國大陸真正造成實質的打擊，特別是在軍事力量的這個部署上，所以它必須跟中國大陸握手言和。然後，但是它卻減除了中國大陸在其他地區的這個相關的這些盟友跟支持的力量。同時，它正在積極的這個打造自己的海軍，新建自己的這個軍備哦。那麼一旦讓美國完成了它這些相關的布局的時候，中國大陸就不會有好果子吃的了。所以我覺得北京政府也不笨，他也很清楚。那麼為什麼這個在習川會的過程當中，第一島鏈還有將近90艘共艦滯留，這個也不意外啊。因為事實上，第一島鏈有日本現在正在不斷的這個蹦跳挑釁啊，那麼這個還有菲律賓也企圖在南海生事。那你更不要講台灣問題，現在是重中之重哦。那麼中國大陸對台灣也沒有手軟哦。所以這就是我剛才不斷的在強調的問題。如果今天第一島鏈是安全的、和平的，不用有90艘共艦了，習川會吧，當然應該營造一個非常和平、歡樂的形象啊！你幹嘛要擺這個90艘共艦在那裡呢？顯然就是這是個兩手的問題啊！在台面上我跟你交朋友，我知道你遠來是客，可是我並沒有放下我該所做的這些布局跟防範的措施。特別是我不斷的要強調一件事，就是
演習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高，這個艦長很清楚啊。任何一場演習都不可能是免費的哦。那麼中國大陸這麼多場針對台灣的演習，都已經進逼到台灣的24海里了。那你認為說中國大陸演習是演習來玩的嗎？演習給台灣好看的，嚇一嚇台灣，要耗費這麼大的軍事力量，要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嗎？什麼時候哪一天會不會由訓轉戰呢？烏克蘭就是最好的教訓呢。俄羅斯當時演習結束的時候，所有的西方媒體看着俄羅斯用火車把他的坦克車運回去，大家都說哦，這關過了，不會打了。第二天就動手打了。所以我覺得，其實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有它的盤算，它有它的 agenda， 它有它的時間表。對美國來說，它已經退到第二島鏈了嘛。所以我們剛才這個思明給大家看到的，美國就是積極的在部署第二島鏈的防禦，但是某種程度來說，它就已經棄守了第一島鏈了。好，所以我們看到呢，現在在中美的对峙之下，美軍是否是陷入在修昔底德陷阱，大家也在持續關注。因為呢，從动作上來說，確實它現在正在快速的擴軍。那背後其實主要我們也來看到，因為華盛頓郵報最新做了一個分析，他說呢，他引述的是美國的前 CIA 的分析人士说的，說中美之間在軍事武器上面的差距哦，除了說在核潛艦上等少數領域呢，美國還是保有一定的優勢跟領先之外，他特別提到，其實很多的方面現在呢是局部領先美軍的，也就是中國大陸是局部領先的，甚至是快速的逼近。那當中的幾款武器包括了飛彈、電子戰、太空反制跟無人機無人系統，都是美軍現在最擔心的。那真正讓華府感到擔憂的，還有就是大陸的這個工業的產能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一年可以新下的水軍的軍艦總噸位是美國的14倍，超過北約多國總和的3倍。那一年他這邊計算說，35萬噸的新艦入列，造船能力更是美國的232倍。但是美國呢，我們看到我們剛剛不是說嗎？美國要造這個軍艦達到450艘，但是現在它造艦的量能確實是非常的吃緊。再加上最新的事情，就是這個最強航母福特號被迫在海上連續部署326天，創美軍史上最長紀錄。許多的士兵說精神崩潰哦，有人返港第一次哦，出生的4個月小孩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楊老師怎麼看這些現象？小孩出生4個月才看到，那是很難過的事情哈。對，雖然他大概是可以用手機在網絡上看到。3點了，第一個。現在這個時間點，美國的軍事還是全球 No.1， 對，這個沒有話講。它的軍事預算是9000多億，是中國大陸的3倍。它的全球的基地有750個，也只有它有全球有基地，而且各國跟它有簽軍事條約的，從北約到日本、韓國也給予它軍事基地上的支持跟演練。那當然它有核子彈頭5000枚。那中國大陸目前大概是600枚，可是第二點，大國的軍事力量不是這樣子在玩戰爭遊戲的來比較，單純比較數字，因為你不會真的進行大國之間的直接戰爭，因為有核子武器，所以當核子武器出現的時候，核子強國不會直接的發生戰爭，那叫世界毀滅。所以呢，他就必須要用軍事武力，也許透過代理戰爭消耗對方。最重要的是透過軍事武力來去實踐他的外交跟經濟政策，要其他的國家在低頭，然後呢屈服於他的軍事的壓力之下，然後呢可以在區域的秩序當中去慣行他的想法，比如說在中東，比如說在東歐，你看到美國，那過去美國就是無往不利啊，現在你發覺到處處撞壁，那就是為什麼？那就從5月份開始。就陸續的報道，其實我們都知道，剛才大前委員講，第一個5月1號，美國的《紐約時報》一篇好長的文章，就在講美國的海軍已經面臨就是這個悲哀的衰落了。就剛剛你講的一連串的數字，還不包含它還有好幾個造艦計劃，連續花了數十億美元之後呢，就取消掉。最近一個就是去年下半年取消掉的，叫做新作艦造艦計劃。所以它的整個艦艇的設計跟這個目前這個，如果說艦艇也有代數的話呢，那已經落後中國大陸了。然後呢，到了5月的第1個禮拜的時候，2位參議員在《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文章，說美國的空軍已經輸於中國了。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然後你再看，最重要的是美國在伊朗打了一個仗，結果呢把自己給輸下去了。最後呢必須要到他的競爭的對手北京這邊來去尋求，而且剛才我講的那個白宮的那個 readout 啊，他那個 fact sheet 裡面他就提到，中國大陸跟美國同意這個戰爭怎麼樣，然後呢海峽的通行是跑到你的競爭對手來，請他來幫忙你維持一個作為海上霸主關鍵的海峽秩序，因為你自己沒辦法掌控。所以你全面的這種衰退，那這個時候倒過來就是，第一個，你對你的对手就沒有辦法用軍事力來要求他政治上的退讓；第二個呢，你對區域的影響力開始會衰退；第三個呢，這些國家就開始會選邊了，就會平衡了，對不對？所以就整個這個全球的秩序就開始會在重組過程當中，那應該是動盪的。那這個時候大國就要了解，如果你用大國協調的方式的話呢，尋求一個基本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如果能夠做到的話，那其實是世界之福啊。好，对，同一時間，那我們也來看到，那大陸方面呢，現在在軍事上面又有什麼樣子的準備？剛剛看到的是美國，這邊看到的是大陸現在正在補足的是它的095、096等等，還有它的轟-20，說希望能夠好好的建立成軍它的海陸空三位一體核打擊能力，搭配的就是6代機高超音速導彈鷹擊18、鷹擊20跟055萬噸大驅，尤其特別重視在第一島鏈這邊，希望能夠更加的安全，打退美國的航母。印太現在的霸權是不是重新改寫？那艦長怎麼看？4月23號的時候，我有幸去參加了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軍節的艦艇開放。那除此之外，我還去了這一個青島的北方造船廠以及青島港。那這不給我的感覺啊，也就是之前我們大家唱的中華民國頌的部分啊，也就是青海的船廠一眼看不完。而且為什麼沒有照片？因為他說這一些，因為我們看的不是軍艦啊，是一般商船。他說這些商船，它都也是分段組成啊。他說那個都是各個那航商他們的一個機密，所以我們不能拍啊。那至於說啊，我們看到的青島港，它就跟那鄭麗文主席去看到洋山港一模一樣，從這一個貨櫃的起吊，一直到運輸，然後一直到儲存，通通都無人化，它都有無人車在那邊運輸。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講到了有關於軍事的部分，我們就看艦艇就可以了。那我們看艦艇的話呢，我們看到如果說以驅逐艦加上護衛艦的話，它的數量，北部戰區32艘，東部戰區41艘，南部戰區33艘，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透過這一些艦艇的部署，它真正的重心其實在東部戰區啊。那除此之外，那有關於055的部分啊，那055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有關於央視它公布的資料，只有一件事情，也就是它13000噸，其他的都是我們靠這個論文或者是靠它的外形來做研判的啊。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實際上可以發射的飛彈非常多啊。那有鷹擊18，鷹擊18其實它到末端的時候，它可以達到那個3馬赫，那也就是3倍音速。那它的射程是在600公里啊。那有關於說它的這個紅旗9的部分呢，我們不知道它放的是哪一型，從125公里到250公里，現在甚至還有480公里的，那通通可以放進去。不過真正該注意的是，以前講到的鷹擊21，但是是鷹擊20的部分，也就是它已經把彈道飛彈直接放進它的一個垂直發射系統。那這個是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它的發射的狀態。那如果透過詹氏武器的這一個Defense Weekly 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雙錐體可控制翼，也就是它可以在進大氣層之後，它可以改变攻擊的目標。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它除了這樣的，只要是具有垂直發射系統的，通通可以做。那另外，我們剛剛前一段我們還講到了東風27的部分。東風27如果按照美國的資料的話，它可以打8000公里啊。那它的這一個，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在去年的93閱兵沒有出列，可是它也已經在
去年的12月展現戰力了，也就是實際上來講，它從太原衛星發射場發射之後，它實際上飛了2746公里，但是它轉了一個彎，也就是它實際上驗證了它的一個在大氣層中轉向的部分。那至於潛艦的部分呢，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有095而已。那這一個部分呢，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從這個美國的這一個海軍的戰略學院這邊的一個資料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除了095之外，那還有096啊。那它的這個，我們看到095，它當然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垂直發射系統。那096是比較大的部分，那比較大怎麼辦呢？那它其實有各種的綜合方法，也就是把這一個彈艙呢，就是它可以容納我們剛剛講到的飛彈，一個彈艙放3個。那這些到底是可以容納哪些飛彈呢？我們在去年93閱兵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了鷹擊15、16、17、20，通通都可以。那這一個部分，也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解放軍的體系化建軍。那它的攻擊模式不是只有單純的反艦飛彈而已，還有彈道的反艦飛彈，還有直接水面下的威脅。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美伊的下一場戰事準備要開打，現在來看到是川普的大錘行動，他說準備要啟動了。美以在這個時候還嗆說要奪核哦。那麼阿聯呢？根據美國的這邊官方的了解，還要求這個阿聯這邊去打伊朗哦。那阿聯會不會答應呢？等一下我們來關心。至於在荷姆茲，現在呢，這個伊朗方面又收出了一個新的收錢的一個方式。等一下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關心。美伊的停火只是暫時的，現在看說會不會很快就會有下一場？因為最新來自於以色列媒體的爆料，納坦雅胡跟川普通話了30分鐘，討論要重啟對伊朗的軍事打擊，而且甚至可能派特種部隊進入伊朗來奪取濃縮鈾。美方準備把這一場戰爭正式的命名為大錘行動，有沒有跟去年的這一場午夜之錘的名字非常的類似呢？大家說恐怕這一場行動會比去年的行動還要更加力道更加的大。那麼美軍現在在中東部署的戰力，我們也稍微看一下，2支航母之外，還有10多艘的驅逐艦、大量戰機跟第82空降師、5000多名的陸戰隊，一共是在中東部署了5萬多的兵力，但是美方說要奪取的濃縮鈾，現在的問題是伊朗的地下核設施藏在非常非常深的山體下，美軍如果派地面部隊去，確實會遭遇到很大的一個風險。同時間，伊朗最擅長的就是不對稱作戰哦。那麼美軍要怎麼樣來面對大量的飛彈、導彈跟無人機呢？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剛剛提到的川普的這一場行動叫做大錘行動，會不會複製去年的午夜之錘，再次的使用鑽地炸彈 GBU-57？大家在關心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如果真的要去奪濃縮鈾，派這個所謂的地面部隊去，接下來的風險，艦長怎麼看？其實啊，在川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的這段期間，大家過了一個非常平靜的這一個3天啊。那但是呢，等川普一回到國內之後，就開始大發出 social， 這是他最近發的一張。那也就是在今天發的啊，他就是要告訴大家說，他準備來解決伊朗的問題。那是不是要由地面？他已經演練過1次了。也就是我們在之前的時候，我們看到伊斯法罕附近那其實他們已經投入過這個有關於運輸機，甚至那種攻擊型的這一種直升機。那但是最後功敗垂成，他們還把這些都毀掉了。那也就是說，這一次只是一個練兵而已。但是這一個位置呢，也就是我們講到他們直接
落地的位置呢，距離伊斯法罕的核能中心呢，其實並不遠啊，就是40公里。所以其實上一次的演習不信邪，還要再來一次。那至於說可不可能使用碉堡克星呢？那實際上來講，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啊，他講過，實際上來講，上一次就已經失敗了，也就是沒有辦法打穿。那而且呢，他們發現現在伊朗還在繼續挖、繼續深埋，所以未來更難打。所以他們想要的，也就是我們上一次所看到的，直接派部隊登陸。登陸之後呢，那他其實要建立這一個狙擊的一個能力，也就是防空以及地面打擊的能力，然後他們派一小組人進到這個隧道裡面，直接拿出濃縮鈾。那當拿出濃縮鈾之後，其實伊朗就沒有任何的條件可以上談判桌了。所以伊朗會讓美軍這樣做嗎？美軍已經失敗一次了，也就是他們已經知道美軍的弱點在哪裡。那也就是現在在做第二次，那成功的可能性並不高。好，所以美軍會不會真的這樣子做？或許現在風險太大，所以他們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呢，美軍已經開始鼓吹這個中東的海灣國家阿聯去打伊朗了。那確實，現在來自於英國的媒體披露說，其實呢，阿聯在去年4月的時候就已經打過伊朗，也就是打他的這個拉凡島，發動了一個秘密的空襲。所以也不意外的，我們看到阿聯最近它的核電廠也遭到無人機攻擊，被視為是伊朗對阿聯的一個警告。現在的問題還有，阿聯他的兵力其實只有5.8萬人，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他本來想要拉鄰國一起去打，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卡達，但是這2個國家都拒絕了。他真的會去打嗎？有能力打嗎？那孫委員又怎麼看？對啊，其實我看過很多很蠢的國家，但是真的沒有看過像阿聯這麼蠢的哦。那麼這個的確是出乎意料了哦，就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怎麼可以笨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呢？其實阿聯從一路過來哦，就是不斷的在踩雷了。他先前跟美國深度綁定，所以他成為這個伊朗反擊裡頭受傷最重的一個國家。接着呢，他還不知道改變，然後接着又跟以色列也做深度綁定了。那麼這顯然就是所有美國跟以色列在中東的仇家，這些賬都會算在阿聯身上哎。那也這樣也就算了，那你就不要再講話了，就趕快閃到一邊去做閉上關就好了。你現在如果自己再被慫恿，這個跟着美軍一起來拿下所謂的拉凡島的時候，你就擺明了就是把整個阿聯就當做美國的馬前卒了嘛。美國在中東剛才大家看到已經部署了這麼多的兵力了，他要拿個拉凡島還需要你嗎？他就自己派人來就好了。他自己都不來了，派你來，那就顯然是他要讓你去犧牲，他不願意犧牲他自己的美國大兵嘛。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阿聯難道都沒看懂嗎？就阿聯酋現在自己想要做什麼？他有他的盤算，他希望盡快把他的油賣掉，然後變現，發展他國內的金融跟這個 AI 的產業，這是阿聯想要做的。可是阿聯要想清楚一件事哦，你大費周章的退出了 OPEC， 不就是為了要發展你國內的產業轉型？如果你這個時候跟美國深度綁定，再跟以色列深度綁定，一個隨時都有無人機攻擊的地方，哪一個 AI 產業敢把數據中心設在那裡？一個隨時都可能遭受到這個伊朗飛彈攻擊的這些城市，不管你是杜拜或者是阿布達比，哪一個金融界願意把自己在這個中東的 headquarter 放在那裡？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阿聯還是沒有辦法想清楚他今天國家發展的方向，跟他現在所做的決策中間是有很大的一個衝突哦。那麼阿聯就真的就是蠢到無以復加了哦。那麼成為美國的犧牲者，成為美國的馬前卒，然後最後把自己的國家都賠上去了。好，對，這個是針對於阿聯。那我們來看到，那荷姆茲海峽現在最新也有一個新的問題。我們看到伊朗方面呢，他現在做的最新的事情就是通過這邊的商船，他要來開始收保費了。那採取的是用加密貨幣來做結算。那現在預估了1年可以進賬換算新台幣3000多億，所以已經有歐洲國家現在爆出來說已經跟伊朗在談了。另外，伊朗在政治上面有一個最新動作，就是他們把國會議長任命為中國事務特別代表，是不是要提升大陸在這邊解決中東事務的一個地位又變得更重要？那這2件事情，楊老師怎麼解讀？對，我們剛才看到白宮是說，習近平跟川普雙方同意，伊朗不可以發展核武，同時要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
並且反對任何個人或者是機構對於海峽徵收通行費。不過這是白宮所講的哈。這個通行費的問題，我剛剛提過了。我個人覺得大陸不會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是這麼清楚的說，哦，不要收通行費。那通行費真的對伊朗很重要嗎？其實3000億台幣大概100億美金，伊朗現在被美國凍結了好幾百億美金。伊朗每年出口的原油，而且它的原油非常好，遠超過這個價值。荷姆斯海峽對伊朗現在證明就是說，它是一個自保的準核武的一種自保武器或機制，它可以透過無人機跟飛彈就控制荷姆斯海峽，影響全球的能源，影響美國的中東的霸權。所以，它現在之所以去苛徵這個通行費，我覺得一方面是革命衛隊真的缺錢，戰爭嘛；另外一方面是就用這種方式來去對美國施壓，對全球施壓。那他是不是真的要一路黑到，不是一路堅持到底，就一定要通行費？我覺得也某種程度，其實船東都願意付。如果是20萬、50萬、100萬美元的話，哦，那反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這個會影響到美國所講的嘛？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呢，別的地方的海峽是不是開始要比照辦理了？就有馬來西亞的這個部長就說，是不是？這個馬六甲海峽也這麼做，但新加坡跟印尼馬上第一時間跳出來說反對，所以它會產生對美國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更進一步的擠壓，這才是真的。那至於對伊朗而言，它只是要把荷姆斯海峽進一步的掌控。